家好，我是张大哥。那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从台北保养厂来的W124的2201的喷油嘴的清洗测试。那在清洗之前呢，我们先来做一个测试，来测试它的堵塞的状况。首先我们来进行一个怠速750转的怠速测试。好，开始。我们看到，目前是只有第4缸有出油，那第1缸完全没有出油，第2缸跟第3缸是在好像在漏，好像在下雨，也不叫滴水哈，好像在滴水状态。接着我们再来进行，好，关闭，我们来进行它的低速测试，好，2000转。好，开始。目前是2000转，目前是2000转，还是只有第4缸有出油，第1缸是完全没有，第2、3缸是好像在滴水这样子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进行关闭，进行高速4000转的测试。目前是只有第4缸有出油，1、2、3缸都没有出油。好，关闭。我们来做一个漏油测试。好，4缸看一下第3缸有点漏油。2缸、3缸有点漏油，第1缸没有漏，1、4缸没有漏，2、3缸有漏。OK， 我们来做一个连续的喷油测试。好，开始。第1缸没有出油，我现在这连续喷10秒钟，第1缸没有出油，我现在第2缸也没有出油。好，现在看第3缸也没有出油，这就低油啊，第3缸是低油。第4缸应该会出油了第4缸就出油了，但它出油量很明显就跟正标准的出油量是不够的。OK， 这个经过这样测试下来，几乎我们看不到它有出油的状况1、2、3缸几乎都不出，完全堵死了。第4缸有出油，但是出油量又不足，这是严重的堵塞。如果以大哥经验，这4支喷油嘴应该是车子发不动的。我们来做一个反向的逆向清洗，看看清洗它的喷油嘴里面的滤网清洗看有没有效果。我们现在来进行一个逆洗的动作，开始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把喷油嘴里面的滤芯要把它清洗出来。但是清洗出来之后，我们看到第2缸其实就是我刚刚安装了第4缸第2缸有出油，那其他1、3、4缸都没有出油，那表示说它并不是滤网堵住了是喷油嘴自己本身喷口那边堵住了。我们看到现在只有第2缸有出油，等一下大概要进行清洗的动作。我们现在进行的是超音波的喷油嘴超音波的清洗过程。那在整个过程呢，就是说
浸在清洗液里面，经过超音波的震动，再加上目前是用它的频宽它的宽度，也就是说是高速的脉冲的震动。这是只从台北的保养厂来的喷油嘴，2201 W1242201的4支喷油嘴，大哥已经清洗完成了。那在清洗的过程，在做反复测试之后，这4支喷油嘴的状况非常不好，所以大哥事实上经过超音波清洗，已经清洗了3遍。那无论如何呢，我们来看看。其中它的第4号喷油嘴第4支第4缸就这支喷油嘴是故障了，大哥没有办法清洗出来，这支必须更换。其他的3支，我们来看它清洗过之后的测试结果。我们先来进行怠速的测试。好，开始。我们看到123缸123缸的出油状况看起来雾化状况还不错，但第4缸呢就完全几乎就不出油了。那所以第4支喷油嘴必须要更换。这是目前我们进行的是怠速的测试。好，我们再来进行中速2000转的测试。开始，2000转的测试的状况，看起来也1、2、3缸都还不错出油量都还好，第4缸还是维持不出油。我们再来进行高速的测试，高速这个是4000转。这4000转的测试，我们来进行加速测试，2000转、3000转、4000转、5000转、6000转、7000转。3000、4000、5000、6000、7000。好，我们再做下一个，漏油测试，测漏。目前看下来，1、2、3、4缸都没有漏油的现象这个 OK 的。再来进行第8个怠速的喷油测试，这是怠速的喷油值1、2、3缸。第1缸出油稍微多了一点第1缸出油稍微多了一点，2、3缸出油都差不多。好，我们进行中速的剂量测试。来进行高速的剂量测试。
来做一个脉冲的喷油测试。到目前综合测试下来，1、2、3缸啊，第4缸我们必须要更换，第4支喷油嘴确定是不行的。1、2、3缸测试下来，出油量都还 OK。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测出它的那个怠速值哈。我们来看看它的怠速值，其实怠速值毕竟是比较重要的啊，因为怠速稳定对我们车子来讲比较重要。我们来做个怠速测试。我们这时候要看它雾化状况，现在是怠速750转。我们看这主要是看它雾化状况情况是怎么样。1、2、3缸是 OK 的，第1缸出油量稍微多了一点，但是这还是可接受的范围，误差值应该在15%以内。其实这3支喷油嘴还是堪用。那第4支是必须更换的，我们就不提了哈。1、2、3支喷油嘴经过大哥清洗过之后呢，它的整个状况跟原先的完全都不出油，那就进步很多了。那经过这个综合结论下来，测试结果1、2、3缸还是堪用啊。那第4缸是必须更换，所以这个清洗对。跟清洗前跟清洗后这个差别是相当大的。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，拜拜。